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大家好，我是何谦。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大家的关注哦，因为在这个跨年之前的3天哦，就是从礼拜1到礼拜3，中国大陆这边哦举行了围台军演哦，总共是3天的时间。好，我们也看到了赖总统在昨天元旦谈话也有特别讲到了一些这个目前的政局情势等等的。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哦，国台办哦也批评了赖总统。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也就赖总统的元旦谈话有做相关的回应。他说赖清德啊是再度兜售了台独分裂的谬论。是煽动两岸对立来对抗，是战争的煽动者。好，还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譬喻赖总统。好，不过呢，也有看到中国大陆这边有说嘛，有数十国都是支持围台军演的。好，这也让我方的外交部啊是特别的不满啊，也发了声明说啊，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军演，这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哦，也严重的影响到区域安全。任何护从中国挑衅行动哦，都属于为虎作伥。好，所以这是我们外交部哦跟对岸哦一来一回的这样子的讨论。那但是啊，大家就很好奇说啊，这个美国国务院啊有没有来进行讨论？好，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川普讲说 nothing to worry。好，确实这个国务院哦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才发布了声明，他们说啊，中国此举哦是个不必要徒增紧张情势啊，要求北京停止对台军事施压。好，但是现在哦，整个台海的局势哦变得更复杂了。好，这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中美的一个试炼场呢？我们先看到啊，共军围台军演啊，在自由时报的报道里头啊，有一名美国的军事专家指出哦，他说，尽管共军的演习强度跟范围不断的扩大，但实际上啊，都是虚张声势而已哈，就只是在对内宣传跟对外恫吓。因为北京深知哦，一旦真正的开战，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将会高到无法承受。好，希望这名美国的军事专家讲的是真的哦，但是这样的论调真的符合目前的现实情况吗？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围台军演动用了低成本的火箭炮，那就在测试消耗台湾防空能力，有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一个优势。好，这是军事观察人士所说，他说解放军在去年12月底在台湾周边进行的演习哦，就是正在测试如何透过成本低廉、可大量的使用火箭武器，就是要逐步消耗台湾的防空能力。好，那当然很多人哦，对于这一次的军演，其实很多的专家是蛮忧心的，就担心会有一触即发或是由言转战的一个可能性。好，那共军围台，川普很淡定哦，但是台不能笃定。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有讲过，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川普有酒鬼的个性哦，从他莫名的自信就可见一斑。好，但是分析上面说啊，川普要日韩现在分析防御的责任，澳洲跟台湾哦，则是增加国防预算，要共同的吓阻共军攻台。所以换而言之呢，就是美国哦视为台湾为抗中的马前卒，那不是为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而非同舟一命。那第一岛链破了，还有第二岛链，所以以川普的个性来说啊，恐怕会为国际留下更多的烂摊子，甚至会搞垮美国。好，我们看到赖总统之前的专访说，中国大陆实力不到。好，刚刚的美国军事专家说啊，这是虚张声势。但是我们就来看看人家中国大陆第一代的军武啊，可是接连亮相。先看到这是福建号，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哦，因为他们全体官兵送上了新年祝福，他们在甲板上排列出2026年一马当先的祝福。好，那当然这个气势要起来嘛，而且也要这个排列的相当的整齐。好，这个是相关画面。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哦，真的是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舰叫做楼底舰来啦。好，说海军的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又上新哦，这是作为中国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好，它在雷达、武器系统、网路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跟对海打击以及编队指挥的能力。
好，所以大家不断的看到中国大陆有不同的军武亮相哦，当然还是要自我的警惕。好，另外看到了9分钟就可以飞越这个海峡，这是什么呢？中国大陆的风飞航空自主研发的一个叫做凯瑞欧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好，它从中国大陆的海南省海口明珠岛起飞，只有9分钟的时间哦，就横跨了23公里的琼州海峡，顺利降落在广东的镇江的徐闻港。好，那这实现了中国大陆首例盾级无人这个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哦，横跨琼州海峡运输场景的一个验证。那中国新一代的主力战机也现身了吗？就说啊，这个解放军的战机，一个叫做全新代号的文瑶出现了。好，这个呢排序哦，跟过往的猛龙歼10还有威龙的歼20都是并列的，所以文瑶就被认为说有可能是超越歼20的新一代重型隐形战机，也就所谓的歼36。哦，所以大家也都在思考说，哇，越来越多这个武器出现，那他们的名字当中也在透露的玄机。那以及逆中战机无所遁形，其实美军他们自己也有相关应的这个对应，他们是有接收一个最强型的神盾舰。好，这报道说啊，美国的英格尔斯造船厂在29号已经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史蒂文斯号交付给美国海军。好，这是美军接收的第2艘第3版改良型的这个神盾驱逐舰，它的强大的雷达性能被视为未来高强度战场的生存能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第一岛链的局势很复杂、很紧张，但是中美的关系又想要和缓。好，这样矛盾的情绪当然现在很多人看国际局势是有点看不明白的。我们就先问亮哥。美国国务院他发表那个声明是白宫新闻那个国务院新闻的副主任，是政治组的那他除了讲说不必要的军演之外，他后面有说希望能够达成有意义的对话所以主要还是希望两岸能够做有意义的对话而且我觉得那一种也不叫谴责啦，对，感觉像提醒，所以就是语气没有预期中的重其实我们外交部大概在昨天吧，还是前天，有感谢各国的相挺嘛，然后包括日本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独漏美国我们外交部的英文的在 X 上面的网站，我们外交部有一个感谢函那个时候，因为美国国务院还没讲话，而且川普在第一时间那个样子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告诉我啦，可是这个不会有事所以他并没有讲话。其实这个很罕见我们外交部它的英文的网站感谢日本还有欧洲各国的力挺。我们事实上对外的说法都是民主的盟友嘛，相挺嘛，可是没有提到美国。这个很特别，这个非常特别所以美国的态度，讲白了，那个自由时报那个是胡振东胡振东他是军方的，他是空军那在美国政府也上过班，可是他2011年就退休了，那后来在雷神军火商当台湾的代表其实这种言论是蛮罕见的，美国人现在恐怕不会这样讲。你可以看到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有军力报告中国的军力报告，其实都是对中国的军力崛起感到忧心他的论调都是台湾要赶快买武器，不然他干嘛公布那个3500亿的军购的清单所以胡振东市长也讲了一点说美军不会真的派兵可是他又说这个没什么，然后对于他为台湾，他认为这个很快就会被美国跟附近的盟邦摧毁这个讲法是互相矛盾的啦美国既然不派兵，那在台湾被围之后干嘛出兵把那个封锁给消灭
你不觉得这有点互相矛盾吗？是，对不对？而且这一次中国大陆这个军演啊，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作战啊，因为讲白了，它那么靠近啊，它是不可能那么靠近的啦，除非他把我们的雷达还有那个陆基的导弹都消灭，不然他怎么那么靠近？这么靠近我们也可以打啊。所以说昨天不是传出一个现象吗？说大陆船舰进入12海里，曾经被我们的雷达照射锁定。哦，有一艘船，这个我们自己都承认了，是哪2艘船？结果是台湾锁定大陆哦。因为我自己直播，那个大陆的网友在说，啊，台湾是在干嘛？要擦枪走火吗？表示中国大陆它虽然进了12海里，并没有做动作。所以这个军演其实还是有节制的啊。可是它如果要进入12海里，一定会对台湾的雷达啦、导弹基地啦，先做摧毁的动作，否则它不会贸然的进来了。好，将军怎么看？这个演习啊，等于把犯台的各种方式做一个目录，是，它可以封锁，可以围台，可以登陆，可以拒止外来的。他们有好几种策略。它就好像我们看本书前面的大纲目录啊，封台作战它有这个能力，这个围台作战啊，这个琼台或者是能源快速作战是啊。那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演习里面有透露几个味道。以前，蔡英文说没收你的中线，现在已经没收你的领海，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等到美国川普这个很暧昧的态度，在跟中美达成某些协议啊，做什么交换 G2 啊，各分一半，那台湾呢，我就不插手了。不插手，中国大陆就又可以好几种做法了。我就不要动兵，我就没收你的领海，我就封你的港，对不对？让你穷困，让你出口不出去，进口进不来，你去跟他谈，这是最廉价的一种方式。我跟你讲啊，这种啊是一种长期的痛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快速快打，快打就是他火箭炮袭击嘛。我2年前就在不停的在呼吁，火箭炮对我威胁很大，不是什么高尖端武器，可是它量大管饱啊，我的空军就没了，没跑到嘛，空军可能飞机都一架一架都很完好，仗打完了还在机库里面出不来，所以这些问题啊，这些发言人呢讲的都是虚应事故的，没有一句真话。有人吹啊，中共没有犯台的能力，没有犯台能力，你那么紧张干嘛？对不对？胡振东那个就是你赶快买武器，美国是不会出兵，这个姿态已经很清楚了嘛。那这个赖清德也顺势啊，你看他的军演，所以我们要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啊，大家这些政客都在利用这个。讲老实话，这个很紧张的局势各有各的算盘，但是有一点很危险的，就是说，你赖清德这样一路走到黑，你总有一天会被人家用武力来统一，这就是台湾遭受最大的损失。你不是这些很多人是逞嘴巴一时之快，根本讲出来的话是没有道理的。你能瞒得过我们这些懂军事人看你每一个武器系统，每一个针对性的战法，针对台湾的短板，人家设计的嘛？那我们现在拿不出一套，你到底是非对称作战，你拿什么东西非对称？你有什么非对称的武器，廉价的管饱还可以消灭敌人？没有。那你要搞传统作战吧，你又嘴巴里想啊，我不搞那个。那买的武器又是传统作战的，更滑稽的这个电战雷达可以看到歼20，你有没有办法证实呢？因为美国的逆中技术跟中国大陆逆中技术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电战雷达照美国的这个隐形战役，也许你看到一点点，那你试过没有？歼20你照到没有？所以而且交货的2032年，如果中共2027要动手的话，就没有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
开出来这么多武器清单，钱先收，东西不见得来，这是可能的一个趋势。F-16V 多久了？是，对不对？所以这些特别预算，你不管订购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到手，搞不好就被骗了嘛。那钱缴去还不来。高尖端的武器，美国怕被中共拿去逆向工程，对，去破解，所以这些问题真的要好好想想。所以最近在台湾也是纷纷扰扰很多。何谦老师怎么看？是这个，我想相比起今天凌晨就是我们台湾时间凌晨，美国国务院发的这一纸声明Trump 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我觉得更真实的代表美国真正的态度就说刚刚大家也谈到了，他说第一个 Nothing worries me，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撩起我很大的情绪，我没有谴责，没有震怒。然后呢，他第二句话说的是我跟中国习主席关系很好当大家在谈这个，在记者会上大家问到他台海军演问题，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跟习的关系很好，所以这个当然分成两层了。就第一个就是说台湾这个问题不会 block， 不会干扰我们之间的友谊。然后第二个当然他也有一点调侃或这个考试中方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跟我讲，然后他后来又补了一句，我想他大概也不会跟我讲。但整体来说，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在 Trump 的这个盘子里面，在这个棋盘里面呢，台湾当然是被置于整个美中关系的大框架下来考虑的。那刚刚亮哥也谈到了12月31号台湾外交部发在 X 上面发的这个感谢信确实大家点了半天，最早发的大概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之后呢，欧盟也发了，但日本也发得很快，然后是菲律宾以国防部长名义发了一个同情台湾的声明，然后接下来纽西兰德国、法国也分别发了一点，但确实没有美国，所以这就跟以前我们大家想的逻辑，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会不会参战的逻辑很不一样，因为以前大家总说，包括刚刚他点到的这个 Tony Hu 也说，这个胡振东先生也说，对美国来讲，以前大家流行说台湾不只是台湾，台湾关系的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整个信誉关系他在整个盟友当中的这个他的战略安全保证等等。但我们这次看到是，当这些不只是欧盟包括整个这个印太相当许多国家都发了这个有关的声明之后呢，美国反而是姗姗来迟，他是最后才发的。那我相信可能也是他的，包括美国的国安会也好，或者是国务院内部也好，要不断的去提醒川普说，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书面表态，只以你那个在跟内塔尼亚胡在一起的记者会上那一段口头表达为作结的话，那对不起，以后你的盟友大家可能会非常质疑你的作为跟你的领导力，所以你必须补一个书面的声明来强调说，美国的立场是跟我的这些小伙伴这个韩国对不起，没有韩国日本、菲律宾、纽澳在一起。那韩国为什么没有呢？大家当然也知道了，12月4号，韩国的总统李在明马上要访问中国大陆了对，1月4号就2天后马上他要这个访问中国大陆，而且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就要谈的是什么？他要去把当年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烈士安重根的遗体，他想把他找到，然后奉迎回韩国，来作为一个中韩共同纪念抗战纪念抗日的整个历程的一个 token。所以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他就显得非常保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棋局正在快速的重组，很多旧的逻辑跟思维未必适用于今天的时代。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之前一轮曾在节目上说，我自己的观察认为，川普最大的心魔其实就是前任总统拜登。好，但是他现在跟拜登是不是越来越像呢？好，我们看到很多的场合就连美国的媒体也就是狂拍这川普常常打瞌睡呢所以大家想说他的健康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呢好，但是川普否认任何有关他在公共场合打瞌睡的说法。他是说我不是一个爱睏的人他说他看起来是在打瞌睡，但其实是放松片刻而已他说我只是闭上眼睛，这对我来说很放松。好，但是因为川普年纪是真的比较大了，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他身上的一举一动像是发现他左手有 OC 呢所以这个右手一直有 OC 的状况，而且又涂着这个厚厚的遮瑕霜，有时候还会有绷带。那脚踝看起来是有些肿胀所以你看美国媒体看他看得非常的仔细好，2025年12月29号，他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会面的时候，左手上面有淤青，就被媒体捕捉到了。好，白宫这边回应说这川普手上的淤青是因为他跟
许多人握手所导致，所以这是一个死亡之握嘛。所以这个握手可以让川普的这个手淤青哦，那也是蛮用力的在握。好，那川普的健康受阻啊，他自己也有说每天都服用阿司匹林啊，说有助于稀释血液。好，说我不希望流过他心脏的是浓稠的血，他想要清澈的好血流过他的心脏。好，不过看到有2个人哦，也在隔空互呛啊，主要就是这个乔治·克隆尼啊，哇，这影帝啊，大家看了也是觉得很帅很开心。但是呢，克隆尼最近啊，一家取得了法国的国籍。好，在川普得知之后，就发文酸他哦，真的是好消息，说乔治哦跟艾默·克隆尼，也就是他的太太，这2位史上最烂的政治预言家，已经正式成为了法国公民。好，可惜法国因为对移民问题处理的惨不忍睹，哦，正面临了重大的犯罪问题。好，一轮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他说他是最烂的政治预言家？原来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克隆尼是为拜登先募款，好，后来呢又要求拜登要退选，然后接着又转支持贺锦丽，结果后来民主党惨败，因此川普就笑克隆尼说：“你根本就是最惨的预言家。”好，那我们也看到乔治克隆尼的回呛啊，说他认识川普很久了，他的工作不是取悦美国总统，川普是假的电影演员哦，2个人隔空开杠了。好，那我们看到他这个酸乔治克隆尼取得了法国国籍，就自己呢想要形塑一个像法国一样的东西吗？好，因为他说啊，他在2个月之内要动工兴建美国凯旋门哦，人家是法国凯旋门，他要建一个美国凯旋门，他说肯定很棒啦，大家都会喜欢。好，但问题是啊，你做这么多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很多民众是吃不消他们自己生活上面的成本哦。好，现在川普政府是有决定要推迟像是软质家具、厨房橱柜跟浴室柜的一个关税上调计划，还决定要推迟了。同时还决定大幅的降低原定将对进口意大利面征收的关税。好，所以有外媒分析说啊，就是因为因应美国民众啊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好，赶快做一些弭平的措施。好，但问题是，川普之前不是有曾经施压过这药厂哦，说不能讲药价，但是是不是也无视施压呢？因为我们看到路透报道说啊，美国的制药业者仍然是计划要调涨至少是350种品牌药品的物价。好，包含的是新冠疫苗、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带状疱疹的疫苗等等。好，那美国现在这个进入到2026了嘛，所以也说是走过惨淡的一年，所以他们2026年会有什么样好的经济吗？好，在美元经历过惨淡的2025年之后，在年底虽然出现了一些回稳的迹象，但是很多的投资人认为啊，随着全球经济成长回温，美国联准会会进一步宽松，所以美元在2026年仍然会重演走弱的格局。那我们要知道啊，川普接下来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选举哦，中期选举逼近。好，美国难再打这个金属的关税牌哦，所以这关税的政策已经转向了小幅调整，而非激进出手。但是对比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严格的管控白银的出口。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商务部最新的公告，那这个会提升成为战略性原物料。管制力道等同稀土，那也会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好，那2025的这个金融市场赢家输家出列哦，说股市、金属相当亮眼，但是美元跟油价相当的憔悴。那最后也看到的是，巴菲特正式退位了，所以呢，大家关心说啊，这个巴菲特在元旦正式交棒给波克夏的执行长。给亚博，结束了60年缔造6.1万倍报酬的传奇，所以大家也关心啊，股价短期承压这个长期仍被看好，在庞大现金跟巴菲特持续任董事长之下是稳健的发展。好，那我们也看到刚刚我说的这个川普打瞌睡大家认为他的健康有一些忧虑，我们要先问亮哥，这个川普以前健康检查反对他的医生曾经公布过一个啦，可是都是在诊断他的精神状态。那这一次被人家怀疑因为《金融时报》写了一篇蛮长的文章啦，那川普也承认了，说他有服用阿司匹林，那每天
阿司匹林的剂量一般是81毫克啊，那川普每天吃325毫克。哇，这么多那倍啊！川普说他的用意是要降低血栓，他说他要让他的血液很轻，不要阻塞啊。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副作用了，不知道啊。这是铁定的心脏出问题，反正他就吃，因为表皮吃到这么超量微血管破裂才会有淤青。还有加下面一项，他有慢性的静脉功能不全，所以造成腿部的肿胀、血液回流不良啊。因为他已经79岁了啦，是那这个以前没有了，那不过他身体状况还是不错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表面上是健康啦，活动力很好，可是他最近讲话有时候会顿住，或者是讲一个演讲啊，冒出多个主题啊，然后好像在聊天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个主题讲不下去，就停止，再换一个跳掉。哎，这个其实以前也有了，可是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大概是这样啊。还有你刚刚讲到说会打瞌睡啊，那基本上坦白说，79岁了，这个都还算还好啦，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那白宫有健检报告，那个医生是保证他是健康的啊。那因为你还是要有比较对象啦。如果比起拜登，对不对？常跟外星人握手啦，或者自己就走掉了，忘记下一个行程是什么。川普倒还没有这个问题啦，不过我是觉得美国应该是有蛮多人希望他身体尽快进入不好的状态啊。当然，目前对他有非常强烈反感的这个乔治·克鲁尼就是民主党的好莱坞的代表嘛，所以他对他做出激烈的批评，而且选择移民，其实这个他移民这样还不算特大类啦，他是跑到法国嘛，其实更多人是跑到加拿大，还有跑英国，还有跑英国，那个才是大类啦。那大部分都是亲民主党的，所以那些人我相信每天都在祈祷川普赶快下台了。好，将军怎么看？这个心脏科医生跟我讲过，这种服阿司匹林，也就是要像装支架的都会吃，对不对？防止血栓嘛。这个静脉是很麻烦的，人的血液打下去以后，要靠静脉把血打回心脏，所以他皮肤上淤青就是微血管的破裂，水肿，这是标准的心脏病的象征。第二个，这个年纪人打瞌睡，我觉得情有可原。我比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打瞌睡。你碰到那个会议很枯燥、很无聊的时候，那不睡也难呐。但是他值得考虑的就是，一个人讲话应该思绪很清楚。今天这个主题怎么样铺展？如果说刚刚亮哥讲了一下换话题，一下换话题，代表他的思维的组织能力已经有问题了。就是说，一个是随性啊，我相信不是随性的。你今天发表演讲总是有主题的嘛，那换来换去就代表记忆力有问题，这个思维逻辑上它不能够做一个系统性的表达，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了。当然了，他这个年纪了也是正常现象啊。那乌龟笑鳖无尾，你笑拜登，现在你自己年纪也差不多了啦。但是他精神好在哪里啊？当那个场面来了，美国 Great Again 的时候所以克隆尼嘛，他也是一个演员嘛。还有他最喜欢那个跳舞，对不对？有人面对镜头就很兴奋。我在立法院看过很多这种人，对，平常没什么，一看到镜头来了，就人来疯了。台湾话叫七笑，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种典型的，那酒鬼性格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有瘾的，他做这种事情有瘾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每次上台跳那个很难看的舞蹈这个他很兴奋，那个时候不会打瞌睡啊。不过他的体力是真的蛮好的，体力这个年纪算不错的。到亚洲这么多国家，他已经79岁了，飞来飞去的，是，所以没事还要回到海湖公园去打个高尔夫球，再回华盛顿。对，这个体力超人。
对，所以川普很忙，不过他体力还算是不错。不错。好，何谦老师怎么看？是这个 Trump 现在79岁啊，那到2029年1月他卸任的话，如果他不再连任，他就是83岁退休啊。那其实是美国历届总统当中很高龄的一个记录啊。那 Trump 自己也说过，他说他需要睡觉的时数没有很多，然后每天早上他说他大概从10点工作到晚上7、8点，那这可能只是他在做这个行程表上正式行程的时间啊，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回忆，他身边不止一个人都说，他常常在半夜1、2点接到 Trump 的电话。Trump 是一个不太爱睡觉的人，甚至有很多记者就说，在 Trump 出访的时候搭空军1号，那常常这个前面是这个贵宾舱嘛，就是行政舱，后面就是记者舱。那 Trump 常常会在半夜睡不着觉，他就知道后面去找记者聊天。所以有一些记者，如果他刚好没睡觉，他就能够捞到一些soundbite，机上就有一个采访的机会啊。那甚至在去年美国大西洋月刊，那大西洋月刊跟 Trump 的关系其实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们还是做了一次长篇的专访。后来他们的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就说，他们能拿到这个专访，就是因为有一天半夜1点28分，川普误拨了记者的电话，然后被记者接到。然后记者就去凹总统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专访？所以那有类似经验的人很多啊，就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说，他大概每天1点钟要接川普的电话，睡前的1点钟，然后川普就要跟他 briefing 一下，有时候谈公事，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谈一谈你看了什么电视节目呀，或者我在电视上的哪段表现怎么样啊，哪个主持人评论我们公平不公平。还有一个人呢，芬兰的总统这个斯图布，那他也常常接，他人在欧洲嘛，在芬兰，但是他也常常接 Trump 的电话，因为他跟 Trump 成为个人的好朋友，是因为他高尔夫球打得特别好，他以前是芬兰原本要培养做高尔夫国手的种子的球员，那这个人呢，就因为他跟 Trump 经常通电话，就引导了Trump 如何在第2届任期内应对普京的做法。因为芬兰大家也都知道，芬兰在过去整个冷战的年代啊，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中立的，寻求战略中立的国家。它一方面维持它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政体，但同时它跟苏联承诺，你不要并吞我，但是我同意，因为我们接壤嘛，我同意我不违反苏联的战略利益。所以芬兰一直到俄乌战争之前啊，这2年之间它没有加入北约，所以整个芬兰的民族还有芬兰的政界、外交界都有非常深厚的跟俄罗斯与熊共舞、与狼共舞的这个经验。所以 Stu 就变成这个 Trump 总统，因为常常煲电话粥，就变成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顾问。那我们再看看Trump 的后面的明年的挑战，今年2020年的挑战当然是中期选举。目前大部分的年尾的民调都显示同意表现他的 approval rate， 他的赞同度大概只有38%、39%，有的高一点到41%，但是不满意他总统表现的呢，大概都有55%、56%，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将近4-6开的这个分野。而且更麻烦的是，美国现在有51%的民意认为2026年的经济不会更好。就连共和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测试卡尔罗夫 Karl Rove， 他在小布希年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小布希的化妆师他就在这2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就说，川普虽然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垄断了媒体的曝光率，以及强势主导所有话题的一个总统，这在美国总统历史上没有过先例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美国大部分的美国人已经日益对川普这种仇恨式的、复仇式的言行感到疲倦。他建议川普当一个总统，你要成功，你最好不要是说的很多，但你 deliver 你做的不多，最好是你不要说这么多，但是你最后成就很多，让人民感到一些惊喜。他建议川普在新的一年要赶快改弦更张，不然共和党可能中期选举会很不利。好，刚刚这个何谦老师说的，其实蛮符合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2025年算是个 AI 的元年哦。那接下来 AI 是会改变整个世界局势哦，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这机器人的新日常。我们先看到的是京东拿下了宇树科技的大单，那他们的这个刘强东智慧机器人的布局野心很大，那就是京东将战略重点投向了这个 AI 的领域，那快速的展开布局。那这个品牌并不生产整机，它主打的是自研
大模型，所以就为机器人跟 AI 玩具提供了高互动的对话能力。那跟多家的业界大厂来进行合作。好，那我们看到它首间的机器人零售店也曝光了。好，它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有一场北京正式开设了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好，那当然也看到这为消费者带来了首次面对面跟产品互动的体验。好，那我们要再关注到的就是深圳这里啊，因为机器人它可以跟警察一起来巡逻实验啊，这个场景运用的非常的生活化。好，这个一台人形机器人，大家有看到吗？这跟身穿制服的警察一起巡逻，就凸显出在中国的公安领域测试先进机器人的努力。好，这台机器人是由深圳的 Engine AI 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是其 T800 人形系列的一员。好，最近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实际的应用测试，那可能就会用在公安的场域。好，那当然被视为说中国大陆的机器人越来越强了。好，另外还有的就是这个电动车现在也看起来中美之间有在较劲。好，我们先看到就是马斯克因为他也算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先驱啦自动驾驶狂热难掩这个销量的寒冬，因为随着投资者越来越相信马斯克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热情描绘，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以超过11%的股价涨幅结束了2025年，但是2025年的下半年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马斯克大力的宣扬特斯拉在 AI 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进展，但要真正的打动汽车消费者，接下来才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很多人认为特斯拉在2026年这个考验绝对是更严峻的。好，那特斯拉现在有车主首度实现了全程自驾，而且它是横跨美国。好，我们看到这一位特斯拉的车主，他挑战坐在车里面，就是静静的看着电动车从美国的西海岸横跨开到了东海岸。好，全程不进行任何的干预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个全程凭着自动驾驶技术横穿美国的人。好，这也让马斯克非常开心说酷一个字表达他的赞赏跟这个开心。好，不过这个美国的电动车跟中国的电动车又怎么相比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车企其实在欧洲真的很夯他们用卖爆了来形容成功逆袭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好，我们看到2025年11月，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车的市占率冲到12.8%，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混合动力车的领域更猛，份额直接突破到13%。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12月的成绩也很亮眼我们来看一些数据。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5年的这个收官战报出炉说比亚迪以42.04万辆车的月销规模持续领跑。那小米汽车是首度突破了5万辆的大关。好，那鸿蒙、智行跟蔚来还有领跑等多家的品牌都刷新了单月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他们的电动车真的成绩一直在往上冲。那也有看到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别克致敬 L7主打是寒冬也不会掉电，那长途不会焦虑用大电池增程加上稳定自驾抢攻可靠又不折磨的家庭用车族。电动车主要这个核心就是电池嘛，所以电池对这个电动车来说就很重要，这也是消费者首选的这个目标之一。好，那美中的竞赛不止 AI 不止电动车，其实现在还进入到外太空啦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载人登月孟舟将首飞。中国大陆近年非常积极推动太空工程。好，那在今年将开展更多跟太空相关的计划，除了太空站的轮替之外，还有新一代载人的太空船叫做孟舟首飞，还发射了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等等。好，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也点名批星链说你挤占平轨资源曾2度危险的抵近中方的太空站。好，但是中国大陆航天2025年是狂射了90多次，那火箭的平均5天就可以升空。好，这真的是刷新了年度发射次数的记录。好，我们来看到机器人的日常。好，这个中国大陆的应用相当的广泛，场景也相当多。我们先问亮哥。
那个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呼吁地方不要再有机器人公司了，今年将进入超级大并购啊，今年血流成河。跟那个前一阵子的电动车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机器人这个产业啊，它现在主流是电机嘛，对，那它要有各种感应器啦等等啊，那这个技术的前进要有高度的资本投入了啊，所以估计像宇树这样的公司，现在几乎每一家啊，优必胜也在并购，都在并购别的公司啦，啊，所以可能到今年年底啊，你就会看到比较成型的，就好像那个电动车一样，中国大陆制造电动车本来超过200家那去年啊，去年就已经在整并了，那有一些就会倒掉了等等啊。那当然在整并的过程就会有一些现象啊，比如有人就会杀盘啊，把价格降低啊，然后逼退那些中小的企业者，然后来做并购。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必要过程啊。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应用级别的机器人多样性远远超过美国啦，电动车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都有一些激烈竞争的过程，可是你觉得美国特斯拉好像没有对手这并不是好现象啊，因为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市占率是一直掉，美国为什么下叫？因为没有对手啊，只有他一个，他不敢让中国大陆进去就类似寡占了。不是，从美国西岸到东岸无人驾驶，这有什么了不起啦？你都走大陆，怎么会有障碍？西岸到东岸，大陆很多啊，你要不要走小路看看？在都市里你走给我看。对啊，你走我看。我上次看到大陆的电动车啊，他在试验无人驾驶走山路，山路这样弯弯曲曲。对啊。有人在试这个我说我不敢做，我是说他已经竞争到这种地方去了。那我前天看到一个广告，就一个女生啊，她开车，然后就在路边停了，她下车就往店里走了，车子自己停，智能找车位。对，然后她就走了，自己找，没有人哦，车子上没有人哦，她就在2个车中间自己慢慢调就进去车位，然后自动熄火。你没有在大陆好好看它各种人工智能跟车子的结合啊，无法想象了。还有机器人，你一定要到大陆去看，你才会知道它的蓬勃跟多样性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是百花齐放的状态。将军怎么看？这个我在美国开过车子，是他那个 highway 从西岸一直开到东岸。中间只是应付收费站，本来就是啊，它没有什么考验。无人驾驶有什么？我跟你讲，可是你在都市里开，尤其是摩托车、脚踏车，什么车不按交通规则，阻碍很多啦。所以这个东西测试的标准不一样。第二个，我讲机器人，机器人主要是工厂里面做的是功能最大，你要模仿人啊，那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现在有几个人形机车已经有几个用途了。第一个，它陪着警察巡逻。他不怕挨子弹的，处理暴行啊什么的，他可以先上。第二个呢，邮包炸弹处理爆裂物也可以不伤人。第三个呢，消防队员他也不要呼吸，也不怕烟呛，高温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救人，这都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要整并是对的，因为像上一次以前不是搞那个紫光集团搞那个半导体，出了一大堆，浪费很多钱。它整并以后资本比较大就可以。第三个，比亚迪打的是什么东西？它不用大电池，它用一个小的发电机。开高速的时候，电池在走，走到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小发电机充电。这样的话你想小的发电机马达不要很复杂的。可是电池可以省下了，因为特斯拉那个车里面的电池很大，它容量很大，撞到又容易起火，所以中国改的路线，把那个电池缩小一点，不太容易起火。然后呢，蓄电的时候就用小的，就有点像油电混合，
但它不像台湾那个油电混合，它是完全充电给这个电池，所以你有你的这个拦路虎，我有我的过山桥嘛，都有办法。所以这个今天讲良心话，这个全世界就是经济上的一个大战啊。经济上大战呢，一个是靠高科技、靠金融，一个靠制造业，这两个拼是未来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斗争。对，好，我们接下来问何谦老师。是这个每年啊，大陆的春晚啊，就是除夕的春节晚会啊，过去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的一个观测屏啊。但现在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发现，春晚上也有很多经济的信号，包括像去年春晚，大家就看到这个语数的机器人被请上了前台，然后做那个甩花布的、甩手帕的那个表演。那今年会不会有其他的产业类别或其他的这个标杆性的企业啊，在2月16号除夕那一天呢，也登上春晚舞台？我想。关心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聚焦一下。王心礼伴舞，对对，那其实最近在听这个投资界的朋友在讲，就说到底中美在机器人这个竞争赛道里面，到底大家各自擅长是什么？有人就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说美国可能更专注于脑。中国大陆更擅长于身，就说美国更擅长于，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个很强的 AI 芯片的基础，所以呢，它在开发 AI 大模型、指导机器人工作的 AI 大模型的时候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强、门类最全的制造业大国，所以呢，但凡很多你模型开发出来的这个指令或情境，你要去应用到实际，你要线下落地的时候，你必须跟中国大陆的制造能力来结合，甚至有很多美国矽谷的一些机器人的新创公司，它在产品攻关研发的某个关键周期，它甚至都必须有一组人住到深圳的那个华强北市场去租一栋楼，然后一有什么 idea， 他要下去华强北市场，然后去拼齐他要买的那些零件组件，然后去找厂商来帮他制造。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产业呢，未来我想在脑力跟这个手部精细动作大模型的开发上面，跟作为这个机器人的身体躯干，它可以做很多的大动作，搬箱子呀，或者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做机械臂啊等等，它可能是各有擅长。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说政治力的干扰，不要滥用这个国家安全的滤镜啊，然后来阻断很多自然原本可以结合的产业跟融资方面的合作。就像这个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他就说，未来2年特斯拉是想要做年产1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那目前看起来，如果要实现他这个梦想，最有可能落地的地方，其实如果没有政治力的干扰的话，其实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大陆能够把它做出来的。那人形机器人啊，它这个大陆现在在这个概念上又把它叫做具身智能，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其实就是讲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开发的路径啊。因为过去我们讲机器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是工厂里的一个机械手臂啊，或是像很多人大家家用都很习惯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是单一用途，然后重复性的动作，然后加上一点自我学习的技巧。但是呢，它没有这个人形，它没有办法做仿生的这个功能。那未来下一步，随着这个 AI 条件的 AI 技术逐渐成熟，那很多人就说，那如果当 AI 变得越来越强，那它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安装到人形的机器人上面，然后来通过很多像拟人化的场景的演练，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跟警察一起巡逻，甚至是在一些这探测地雷，现在很多这个大家也在探索，是扫雷的工作是不是能够训练机器人或是机器狗来担任？那另外一个在讲到这个中美关于机器人发展优势，还有朋友告诉我，数据很关键。